What if all of this money enter into Malaysia? Will this be a reality? 叫新加坡人来马来西亚做外劳。 Or will this happen again? 哦，你被吓到了吗？我也被吓到了，因为我在旅行不太方便露脸。9月尾了，给大家带来9月的观影指南，这是比较科学的，来自我对数据的统计，关于所有马来西亚最值得一看的视频呈现给大家。9月呢，我带来6支文史哲经济类的视频和9个相对娱乐一些的视频。现在你看到的呢是第1支，它的标题叫 Malaysia, the next richest Southeast Asian country， 频道是Zia Invests， 16分钟长啊，8万粉丝，居然有37万的播放，因为标题和封面都足够吸引人，封面更加是说1个新币等于2个马币吗？怎么样，吸引人吧？他要讲的是什么呢？是讲美中贸易战争的前提之下，大马同时又在投入1150亿的马币投资，投入到数据中心和半导体这2个地方，主要得益于大马的战略位置、运营成本和快速发展的基础设施。这些观点我都同意，但我之前其实也跟大家分享过，半导体可不是这么容易发展的，它对人才、技术，还有其实它成功率并不是这么高。不过数据中心看上去是非常值得投入的。同时要注意呢，美中贸易战争本身已经进入了一段的时间，它的窗口和美中关系的变化，这又是一些值得仔细考量的因素啦。当然，我们生活在大马，当然是见得大马好，希望大马越来越好。See itself, positioned on Man Lake Island, it's surrounded on all sides by inviting white beaches that roll out to meet seemingly infinite crystal clear blue oceans. Truly, hey, we're all living in this tropical paradise. Or we're going to place your notice something that turns this paradise into an existential nightmare. There are... 第2条是一个叫 Mega Projects 的频道，它有130万粉丝，这条拿到63万的播放。标题是 Forest City China built a 100 billion city in Malaysia and no one lives there。说实话，再讲森林城对我吸引的兴趣已经没有这么大了。我不知道你对森林城还感兴趣吗？它对我的帮助呢，倒是说，我又比较完整的了解了一下这个森林城的项目。原来它呢是2014年就开始建造的，为期20年的大项目，最终要有70万的居民，中间还经历了2国政府首脑他们财政整个经济状况的一些变化。不过呢，我觉得这个频道主似乎也不怎么了解中国和大马。其实中国他说投资受到外汇管制的影响，这个管制在中国早已有之20-30年的时间，只不过在2017年加强了管制，尤其会更加监控它是否用于房产的投资，这个呢倒也是真的。另外，森林城真的是一个人都没有吗？我看过一些视频也问过一些朋友，好像并非如此吧。如果你对整个项目来龙去脉还有兴趣的话呢，那是可以关注一下。Be exceptions in cases of crimes against humanity and attacks of civilian infrastructure。您现在看到是马来西亚的外长就在前几天在联合国做的一个演讲，他是反对美国滥用反对票的投票权 veto power。标题用了一个 brave， 当然下面也是一片叫好说他很勇敢。不过他所反对的内容呢，和战争和当今世界的局势有关。我是觉得其实现在世界有一点乱糟糟的。有人讲每个世纪的前50年，都会有一点乱的。那具体就不解释不展开了。大家如果有兴趣我非常建议能够仔细的去看一看这条视频。所以你看这条视频15万7的粉丝拿到了48万5的播放量，频道叫 Jantaka Reporter。看一下有助于了解大马的现在局势政府的一些思考。
对未来走向会做出自己的一些判断，那也是不错。曾一度以危险驾驶的罪名被判6年刑期，并处罚金6000令吉，直至2023年4月11日，以拿督哈达哈利亚为首的上诉庭3司获准沈可婷上诉申请，并驳回马来西亚高庭在2022年4月13日有罪判决。当庭宣布上诉人沈可婷无罪释放，无故有这一名为哈达哈利。哎呦，这条视频我很喜欢呢，才知道这个频道叫万象奇谈。它呢把发生在2017年的3件案子，一个呢是发生在国防大学祖法汉的校园霸凌案，沈可婷文刑绞车案啊，还有一个印度裔学生受到学校霸凌的案子串起来讲啊。有意思的是，让我了解到大马是沿袭英国的普通法系，除了低级法院、高等法院以这个前2个案例文刑绞车和这个祖法汉案为例啊，他们在高等法院做出了判决，比如沈可婷本来被判6年，而国防大学的主犯被判18年的情况下，再上升到上诉庭，有一位叫上诉3司，尤其这2个案子都是一个法官叫哈达哈利亚拿督，由他来最终宣判沈可婷无罪，而国防大学的几名学生被判处死刑。这是充分的体现了大马的司法独立和它社会公正的基石。当然你如果有兴趣的话，他后面还探讨了一些团体对于死刑是否人道的一些探讨。不过这个频道也很有意思，他很明确的亮明了自己的观点，这个也让人非常喜欢啊。这个视频19分钟，27000的粉丝拿到了214000的播放，非常祝贺他做得非常非常好，建议大家重点关注。我们今天要讲的是马来西亚的案例。马来西亚警方最近一口气取缔了18家福利院，解救了402名被性剥削跟虐待的儿童。这18家福利院全都注册在同一家私人企业的名下，背后是一个庞大的商业帝国，甚至还牵扯邪教。今天我们就来看看这个用神之名做的却是人神共愤的邪恶之事。这个有一些劲爆就是最近的把洗脚水当圣水，性虐待数百位儿童，说大马邪教组织的一个 GISBH 他们的团体发生的案件。其实我们在最近做一些善事去福利机构的过程中，也听到有工作人员在跟我们讲这个案件最终400多名儿童被警方解救，170多名嫌犯被捕。但是呢，这个频道也提到了 GISBH 的案子正在被政治化。其实我关注的新闻也天天在报道，相信大家都多少了解。不过想从头到尾去了解，还是看范玮琪的这个 Today 看世界。这支视频9分多钟，54万的粉丝，有18万的播放才特地提到这个案件有拖13年那为什么会这样？中间发生了一些什么对这个案件，如果你还不知道或者更感兴趣的话，记得要去关注哦。他报道，同时马币升值呢，也加上他们是越来越多的这些外来的资金呢，是选择以这种unhedged 就没有对冲的方式来持有你的马来西亚政府债券的这个资产。综合保健，你说医院，而且有蛮多医院在国外，所以大家觉得怎么样？马币越来越强是吧？我有时候也会看陈建老师的投资教育频道，一开始学美股后来了解一些马股。他这支的标题就是外资狂买大马政府债券，马币走势彻底反转，是吧？最近马币走强，很多人都已经关注到了。我甚至看到安华在 X 上抛出了一张图，是一个新闻的截屏，是讲马币发生了令人骄傲的事情，很久没有碰到了。但陈建老师呢，从专业的角度告诉大家马币走强了，它的原因是什么？主要是外资对马来西亚债券的兴趣变大，美联储降息的预期呢，对马币也产生了影响。马来西亚经济的展望很好，政府赤字呢得到了一些改善。我觉得从他身上呢，还可以了解到这背后的宏观经济的一些现状和原理。当然，祝愿马币越来越强。对经济感兴趣的，那就关注这一条哦。你准备好了吗？现在就进入到9条娱乐频道。这一条呢，
叫马来西亚最神奇的地方，马来文的名字叫 Bukit Ma， 是谁啊？是黄明志的一首歌来着呢。发布在一个叫 Name We 的频道啊，6分半的视频，360万粉丝，120万的播放，9月6号的视频。而且呢，黄明志又来了他的讽刺大法，这里面讲水变黄，那是因为充满营养；停电是为了制造浪漫的气氛。好玩的是，跟他一起唱歌的呢，是一个马来西亚的喜剧之父啊，脱口秀演员、主持人 Harith Iskandar。我觉得如果没听过这首歌，可以去了解一下。黄明志真是总是敢敢的做一些这样的音乐，特别好玩的。From the depths of uncertainty, dreams collide. A question lingers, a voice from deep inside. 好了，我来告诉你啊，这一支娱乐的视频很厉害，6万5的粉丝拿到1140万的播放，是 CIMB Malaysia。那它的标题叫 Kita Bagi Jadi。A must watch for all Malaysians。果然哈，这么多马来西亚人都看了啊！他讲述了呢，要打破恐惧与怀疑，勇敢追梦的重要性，鼓励人们不要退缩。他呢是由这一位啊著名的运动员，在奥运会上得过牌的哦，是这位自行车的运动员和其他的一些马来西亚偶像。共同告诉大家，来传递勇气与决心的正能量。当然通过这个呢，我了解到这句话和这个 hashtag Kita Bagi Jadi， 它直译为让它成真，或者我们使它实现。有时候它又表达我们会努力做到啊，这个意思。OK， Kita Bagi Jadi。 You've chosen to embark on, the challenges you overcome.And the will to face new opportunities. We acknowledge the shortfalls and embrace the. 看到这个应该明白了吧？第二支这个视频是 Malaysia Airlines 马航的，叫 Your Gateway to Asia and Beyond。3分50秒而已啊，13万的粉丝，有350万的播放。他分享了马航不断成长的旅程，强调通过学习和挑战实现自我进步，并展现了他们对客户的热情和奉献的精神。其实我们自己如果有选择的话，总是乘坐马航的，而不论他之前碰到的各种事件和口碑。其实我们很喜欢的是马航非常热情真诚的服务，还有它的冷气温度比较低。但我也注意到最近马航好像有取消之前8月到年尾的各种航线，不知道它是否正在经历什么，它又如何的在恢复之中吧。哎呀，我也是祝愿马航好运。更换角色，所以这次第一则故事的马来西亚学校传说会用比较像是说书人的方式来叙述哦。好了，那就直接进主题吧。然后这故事有最多人次调整，如果是在阿腾话遇到广告，多看10秒钟。没有见过这样的风格嘛？这是一个叫微腾的频道，有110万的粉丝，拿到55万7千次的播放。他分享了2则在马来西亚学校传说的恐怖的鬼故事。哎呀，我是看了一个，感觉确实有点被吓到。这种动画的风格还蛮有意思的，我都不知道这样来讲故事，居然还有这么高的播放量。不过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啊？偶然有可能会被黄标哦。我不知道你喜欢吗？我知道在大马戏院里面有不少鬼片呢。如果你喜欢的话，那就去看一下；害怕的话就不要看吧。为什么这么多中国人来到马来西亚之后根本都不想回去？故事真相原比你想象更加简单。Hello， 大家好，我是J，欢迎回到我频道。还有这么多视频不会还没订阅我，快点点赞就行了。大家开玩笑。那今天咱们继续来聊聊马来西亚这个国家为什么吸引了这么多中国人来移居？为什么这个国家比我们中国更蓬勃？其实刚才的时候我对马来西亚没有太多的期待，都没觉得我们特别是。这是女博士吉吉了。他8分半的视频，2万5的粉丝，有15万的播放啊，至少是让我羡慕啊。这讲马来西亚比中国更中国，主要是讲过节啊、文化传承啊、灯会啊等等。我觉得它的制作越来越精良啊，有非常非常大的提升啊。那如果初到马来西亚或者没有到马来西亚，你可以去看一下
更多的、更好的了解马来西亚的文化传承为什么做得很不错。当然它下面呢也有很多评论，有些人会探讨到底什么叫比中国更中国，我建议你也不要错过哦。Benar-benar blaster belang-belang dari atas kaki sampai ke bawah nggak nyambung bro. Dia mau nyuci, wah Yuka mau nyuci, emang Yuka bisa? Itu aja nggak dikunci deh. Sok tahunya这是一个马来文的频道，我也在看，叫 Marosa Novaga。她是讲这个可可爱爱的女孩子啊，家里人带她去Sunway Velocity玩了一天，有各种可以玩的呢。9分多钟，10分钟不到，居然他们有400万粉丝啊！这个视频拿到75万的播放，我再一看，嘿，人家频道500多个视频，怎么做能够拿到400万的订阅？我不可想象啊！我也都不知道这么厉害，这是仅次于老高与小莫了吧？他们到底怎么做到的？女孩子很可爱啊，这样的记录也很好玩。你不介意马来文听一下的话呢，也可以多多关注。然后这个平台炒饭的一个网红啊，他的就是现在在打别人台上，主要是为类似做这个我们这个 IP 一个真的说想试一下来炒底能不能，有的病程不会很小，其实我看很多旅游啊，50有些人讲很好，有些人讲很不好的，就是让我们去给他见证一下到底我们是不是好。好啦，看了几秒钟，你应该就知道了吗？这就是当下非常火的一个话题啦。哎呀，很多人说 Uncle Roger 那里排队的都是网红啊，我看好像也差不多。这支视频是一个叫 Two Dudes 很搞鬼，他们有27.5万的粉丝哦，拿到18.7万的播放，就是讲他们探访了 Uncle Roger 的新开的炒饭店。我看呢，网上很多讨论，天天在讲 Uncle Roger 啊，主要是说东西好不好吃，价格值不值得。当然，限于这个之中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判断，包括你把 Uncle Sue 拿出来比较，也没有太大的意义嘛。我是能够看到呢 ，Uncle Roger 把自己扮演得很好，他的价值啊可以很快的分发出来。他也能够让更多的人在线下切实的体会到他所带来的快乐，这就可以了。至于炒饭能有多好吃，反正我应该是不会去尝试啦。我现在在新加坡的圣淘沙。这支视频还是 Normal Life 的自由旅居。他是说计划完全打乱，临时被赶出马来西亚，仓皇而逃。离开吉隆坡13分半，2万5千的粉丝，有11万2千的播放啊，数据上非常好。那封面也挺吸引我的，说中国护照的隐形歧视。我觉得它比较好的呢是加上了隐形2个字啊。那我们抛开视频的内容啊，就当这里面有一个问号。对中国护照有没有一个歧视啊？包括隐形歧视呢？我从我自己的角度啊，我们谈一下我个人的看法。我觉得是没有的，因为中国啊，我早就说过，它才开放护照，真正让个人申办20年而已，说明大家出去旅游的人并不多。那别人为什么要给中国护照很长的期限呢？再说大家处于不同的制度之下，互相也不熟悉。就像你是一个从这个地方过来的一个邻居，而其他的邻居他们都很熟，他们做事方法都很一样，那别人马上就要对你打开大门，我倒不是这样来想啊，所以我只能说这是正常吧，不如多考虑一下中国护照承认这样的现状啊，确实不是很好用。话说回来，马来西亚护照很好用，世界排名前列。这个我不知道有多少人知道，不过这个也是事实啊。很少大马人对签证有概念，因为到哪儿都可以去啊，这是一种自由，这是一种值得自豪的事情啊。在大马呢，签证的有效期确实要好好的顾好啊，不然超过或者去延期的话，这里面虽然不一定有非常精细的办事流程，但如果发生问题会是让人很揪心、很着急、很容易出错的一个地方。祝愿大家都好吧。也让音乐们体验一下我们穿着汉服，然后过我们华人传统的节气其实应该是怎么样子的。这个是其实入群，因为我怀孕的关系，所以我就接一些比较宽松的。这是你的杠精频道发布的19分钟的视频，是讲中秋的
他们23000的粉丝，有92000的播放，标题是称之为超出认知。我相信大部分大马华人，包括中国人都不知道马来西亚是这么过中秋的。我觉得这辈子的中秋节白过了，今天长见识了。其实看完我也长见识了。我觉得他对我的启发呢，是我没有见过这里面所提到的一种叫拜月仪式。这个从来没有听到过，甚至于这个想都没想到过，那更就没有看到过啦。如果看这个热闹的话，我非常大家建议再去看一下。我相信也确实不是每个大马人都了解啊，因为我呢是更怪咖了。我们和太太去义山过的中秋，也算是另外一种吧。我能说中秋节也是各式各样，它能过出它当代的新的含义。不过呢，希望大家慎终追远，都可以追寻到更加属于自己的家的感觉。好了，这就是9月带给大家的所有的视频，也希望你的喜欢啊。多说一句啊，它是呢，我通过算法罗列出关于马来西亚中英文所有在 YouTube 上排名最前100的视频，根据他们的播放量，还有呢超越他粉丝的倍数，进行打分，来综合奉献给大家的，算是比较的客观公正。那我们下个月再见，拜拜。